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，我是老梁。这几天呢，咱们这节目里啊，都给大伙说了三国里这些人，你像刘备啊、曹操啊这些人。您可能细心的观众朋友会发现，咱每期说这个话题呀，形式上差不多，都说这三国里头这人是什么样，然后咱们按照历史上真实的，你比方说引用《三国志》啊，或者其他史书的史料来说明《三国演义》里边有虚构的，有言过其实的，有夸大其词的，有用了曲笔的。时间长了呢，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大，是很多人错误以为我看了三国，我这就是了解了三国那段历史。那不对，这两者之间很大差别。咱们今天呢，正好就把这里头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事儿，咱较这儿。它跟历史上真事儿之间的差别，有的时候啊非常大。你比方一开篇，咱们都知道这个豪杰三结义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有没有这事儿呢？没有。三国志里边说到呢，这仨人倒是挺好，就说反正晚上睡觉都在一个床上，估计那会儿这个住房条件很紧张啊。说这几位呢有若兄弟，就亲的跟兄弟似的。只说到这儿，根本没提桃园三结义。再即使有三结义也不对。这哥仨谁老大？咱就知道刘备，大哥姓刘，名备，字玄德，家住大树楼桑；二弟姓关，名誉，字云长，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；三弟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家住涿州范阳郡。这哥仨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。就真要结拜，刘备也不是老大，谁老大？关羽老大。因为你翻三国志史书，你考证一下子，关羽出生自什么时候？公元160年。刘备哪年生人呢？公元161年。也就是说刘备比关羽小1岁，他怎么能是大哥呢？所以你要这么看，那按三国志啊，咱要较较真儿，对三国演义挑剔一下，那它里头毛病可大了去了。头一个事儿，温酒斩华雄，谁干的？那关云长啊，不就他们这是把华雄宰了，曹操那杯酒还热乎呢。关羽真厉害。其实这个三国里头，罗贯中对这个刘备很好，对诸葛亮很好，对关羽最好，把历史上不是他的事都往他身上安，还都是好事。这个温酒斩华雄是谁干的呢？不是关羽干的，是孙坚。孙坚是谁呢？孙权、孙策他爸爸，江东孙坚。可是这个孙坚在《三国演义》里头呢，可不受罗贯中待见，写得很次。说这孙坚呢，一开始碰着华雄了，被打得稀里哗啦的，他头上戴个红发巾，还让人当兵的给追，就他追他。后来孙坚干个什么事呢？在这个洛阳的井里头找到玉玺了。哎呦，这可得着宝贝了，揣兜赶紧往江东跑，半道还走漏消息了。跨江击刘表，被刘表的手下人乱箭齐发，还把孙坚射死了。也就是说，当年孙坚起个什么作用？就起个现在搞收藏的作用。就我这辈儿收藏，我别想挣钱了，我儿子我孙子挣钱。说白了，孙坚成了个玉玺收藏家了，变成了。那么历史上可不是这么回事，真实的事，孙坚这人很了不起。咱们说18路诸侯曹董卓，其实哪有18路？真实就3路，孙坚、曹操，还有河内太守王匡，就这么3路人马。就是跟孙坚相比，什么刘备、关羽，那是小沫沫渣不点儿的，根本上不了台面。斩华雄这个事儿是孙坚干的，包括红发巾那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？当初孙坚呢，领一伙人啊，以少胜多，把董卓手下给打稀里哗啦。接着董卓有个手下呢，带着很多人来围孙坚。他跑的时候呢，他头上戴着红发巾，太显眼了。人家追兵一看，就戴红发巾那个，追他。这帮当兵的也跟西班牙斗牛似的，就认准那红的了，追。这时候他这个孙坚手下有个大将叫祖茂，三国里也写了，城濮黄盖、韩当、周泰、祖茂，这都是江东名将。就这么着，祖茂忠心耿耿，带上这个红发巾跑，结果后边董卓兵也追，跑着，这祖茂一看跑到一片坟地，把这红头巾摘下来，系到一个树桩子上头，然后他躲到草里。
这兵追到跟前一看，我说这怎么人成树桩的了？转一圈再搜搜没找着，这追兵就撤了。这是历史上真实的一段。所以说罗贯中用这种笔法是为了突出关羽，他才这么写。也说温酒斩华雄的是孙坚，不是关羽。那么罗贯中美化关羽还不光这一点，咱都知道他美化关羽有一个经典桥段，叫关云长单刀赴会。就说呢，鲁肃鲁子敬为了把这荆州要回来，那么那时候刘备已经带兵入蜀了嘛，荆州是关羽看着，就请关羽呢到江东来，说咱们谈谈这个事儿。把关公自个儿过来，自个儿过来，胆略过人呢。这是在酒席宴前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鲁肃就说了：“这个咱们这个荆州你不借的吗？你得还我呀。”话里话外意思，你要不还，你看不看着？你等于孤身入虎穴。我这一动眼，一眨巴眼，刀不手上，嘁哩咔嚓，你命就没了。但没想到这关羽呢，哈哈一笑，借着点酒劲儿站起来了。拽住鲁肃的胳膊，子敬啊，今天我可喝多了。然后拽着鲁肃的手就往江边走。你想想，鲁肃不止那些刀不手，主帅被拿下来，哪敢动呢？就这么着，关羽拽着鲁肃的手到江边，然后乘上一叶小舟，很潇洒的回家去了。这叫关云长单刀赴会。这段呢，这在历史上非常有名。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是不是这样呢？根本不是。单刀赴会的不是关公，是鲁肃。有人说鲁肃那蔫了吧唧的老实人还挺懦弱，可不是吗？《三国演义》里把鲁肃啊给丑化了。你想鲁肃后来能接替周瑜当大都督，他能耐不可能差了，那也是一代英杰。单刀赴会在历史上是鲁肃的事儿。什么情况呢？鲁肃跟关羽要谈，说这荆州啊，你什么时候还我们？关羽坐守荆州说，那你要谈这事儿这么的，你来谈，到我荆州地界来谈来。鲁肃也没在乎，配着把单刀就来了。来了，关羽请他吃饭，在酒席宴前，鲁肃汤，慷慨激昂的一篇宏论，还把关羽说服了。这番话说的义正言辞，把关公当时就说的脸红了。当然关公本来脸红，你也看不出来，是。所以后来呢，《三国志》里写的，双方说好了平分荆州。所以那时候鲁肃呢单刀赴会，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高瞻远瞩，也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，胆子也大，有胆有识。所以单刀赴会是鲁肃鲁子敬，不是关羽关云长。所以说到这儿，咱们有的观众朋友说，哎呀，这罗贯中啊对关羽真好啊，把这些好事都搁他身上了。还有一件好事大家很熟悉，咱们都知道关云长千里送皇嫂的事儿，这叫千里走单骑。得再提醒大伙儿去，不要念千里走单骑，那骑字你念错了。骑是什么？是动词，我骑马，我骑驴，动词。骑是什么呢？一人一马为一骑。说这个事儿，有人说这是关公很英雄的事儿啊。这个曹操对他那么好，你就没在乎；汉寿亭侯也不在乎，挂印封金啊，赐曹操出许昌，带着2位夫人送皇嫂嘛。过五关斩六将，到最后在黄河边斩蔡阳，是这么段故事。有人挑毛病，说关羽啊是个路痴。说怎么路痴？咱们都知道不记道。说怎么能说他过五关斩六将不记道呢？这个有人根据《三国演义》总结出套理论来。咱们这个这么说不好说，咱这有地图，一对着地图说呀，这就说明白了。许昌，这是关羽从这儿出来，他送皇嫂送谁那儿去？得送刘备来。刘备这时候在哪儿呢？大家看，应该在这块，现在河北这一带，冀州嘛，他起码应该抄近道到荥阳往上走，或者那时候说那阵没道也不要紧，他通过这儿走陈留渡黄河这么过来，应该是直着往北走。可你看关公怎么走的啊？
从许昌出来，往大西北去了。稀里糊涂从许昌越过中岳嵩山，来到洛阳，白跑了几百里地。到这儿到黄河边了，可能关公明白了。你别看那时候没手机，没有这个 GPS 定位系统啊，我见着这好像不对，来早了。所以关公一琢磨，坏了，我走岔道了，赶紧窝头再往东走，这才到泗水关，到荥阳，到这儿才过来。所以有人说关公是个路痴，跑错道了。你说当时在洛阳守这人让关公给杀了，多冤吗？屈死了吗？所以有人说关公啊，路痴不认得道。那是不是这样？历史上真实来讲啊，当时的刘备在哪儿？已经被袁绍派到汝南一带去拓展地盘去了。也就是说千里走单骑没这回事。这段故事啊，是当初一个说书人他编的。假如说曹操要定都长安，关羽要千里寻凶的话怎么办？从长安出来，这可对了啊，先走洛阳、泗水关、荥阳，到这儿北上。你看这就合理了。所以说这是说书人编的事儿，但罗贯中呢写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就把这段给引用过来。但引用过来，你得说罗贯中的历史知识很好，但地理知识很差。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些呢，这都是围绕着关公，就是不该关公身上的事儿，好事儿都挪他身上去。那么《三国演义》里还有这样的事儿，就本来这人身上没这个坏事儿，他硬给扣到人身上。谁呢？魏延、魏文长。咱们都知道魏延呢，在这个蜀国来讲啊，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5个人，在此之外最厉害的就是魏延。而且魏延有点冤，他没能位列五虎上将。而魏延的本事，咱说实在的，可能武功上他不如关羽，但是带兵打仗，这个魏延绝对是个将才，很了不起。可是《三国演义》里写的什么呢？此人脑后有反骨。诸葛亮就认定了他脑后有反骨，这人都得造反。其实魏延历史上只造过一次反，从曹操那反出来，反到这个刘备这，就这么一回。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魏延，在刘备平定天下、平定汉中之后，汉中是魏蜀交叉的门户，兵家必争之地，刘备就派魏延当汉中太守。你琢磨琢磨，这个位置得多重要？让关云长守荆州那是看后院，让魏延是看前门，这是大门户。所以说魏延是很得刘备重用，很有能耐的人。可是这诸葛亮呢，就对魏延有着偏见。后来这个刘备死了之后呢，整个蜀中啊，诸葛亮要是总司令的话，魏延就是副总司令，就他的地位，军事地位就这么高。但是诸葛亮就不听他的。每一次咱说6出祁山9伐中原，魏延都提出来，你领伙人干，我领伙人干。《三国演义》里都写了这事儿。咱说诸葛一生为谨慎，他就怕冒险。所以诸葛亮在军事上是个保守主义者。你看他做到中军帐里，他指手画脚，可以说诸葛亮是帅才而非将才。真临阵这些东西他肯定不如魏延，所以他就不听魏延。后来好不容易熬到这个诸葛亮死了，他这一死呢，魏延一看呢，正好我说了算了，我带大兵按我的主意来打魏国。可是这个时候诸葛亮临死前有个遗言，赶紧给我撤兵回蜀中。因为诸葛亮临死之前留下遗言是谁接的呢？《三国演义》里也写了，《三国志》里也写了，长史杨毅。这个长史杨毅呢是个文官，就知道诸葛亮说啥我干啥。他宣布班师回朝，魏延不干了，说这么好个机会，丞相没了咱就不打了。他为了阻挡杨毅回去呢，咱们都知道汉朝那个时候刚开始楚汉相争的时候，那地方怎么联络？那道上有句话叫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是当时刘邦在这修的，这是回蜀中必经之路。
所以魏延一来气把栈道给烧了，就为了阻挡杨毅回成都。消息传回成都了，这边消息闭塞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有人说坏了，魏延不回来了，要反，要降魏，所以整个蜀国上下都说魏延投降了，魏延反了。这就等于给了长史杨毅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。他后边就马岱抡起刀来，我敢杀你，一刀把魏延给杀了。《三国演义》编得非常精彩，但可惜了了，魏延在历史上一代名将，让罗贯中给糟蹋成这样。人家根本就没有反意，硬说人家脑后有反骨，还硬说自个儿正得意的啊，谁敢杀我，啪一刀成安乐死了变成。所以今天我们给大伙说了《三国志》和《三国演义》之间的差别，所谓正史和小说之间的差别。有的人说那《三国演义》这不胡说八道吗？别看了。不是，《三国演义》是什么？演绎嘛，小说写故事逗你乐。哎，你索性看《三国演义》就看个乐，别拿它当正史。包括今天我跟您按《三国志》方式来揭发《三国演义》里写不实的地方，你也别完全当真。关二爷呢，咱们这个山西人心里都知道，这是很了不起一员武将，也是中国人行为方式的一个楷模。咱该怎么崇拜还怎么崇拜。咱说这个呢，无非就是给您的生活添个乐。昨天节目当中啊，咱们给大伙说了刘备，今天呢，咱们要说说《三国演义》另一个备受追捧的人物诸葛亮。那咱们这个结构啊，和昨天差不多。咱得先跟大伙说说呀，诸葛亮在三国里头是个什么样人。其实这都不用我多废话，民间的谚语多了是了，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啊，这诸葛亮啊，在三国里就是个神人。你看是天文地理一卜星象五行八作三分五点八索九丘，微不通微不晓，没他不知道的。而且前知500年后知500年，未出茅庐就知三分天下。咱们的民间文学呢，从各个角度都有意无意的神化诸葛亮。你比方说我说个对联，这是民间呢给诸葛亮做个庙，这庙两旁的对子，这副对子有意思，上联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搁进去了，下联是东南西北中金木水火土。怎么写的呢？诸葛亮一生事迹都在这里边。上联叫收2川排8阵，6出7擒，5丈原前点49盏明灯，一心只为酬三顾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下联叫取西蜀定南蛮，东河北拒，中军帐里便金土木爻神卦，水面偏能用火攻。东南西北中和金木水火土，就诸葛亮一生这事儿基本都在这里边。各个事儿都是惊天地泣鬼神。那说他有没有这么神呢？那么历史上的诸葛亮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咱们今天就把历史真实的诸葛亮给大家还原一下。我们首先说诸葛亮呢有能耐，能耐大，主要是指他军上这些战绩。那么诸葛亮呢，确实未出茅庐就知三分天下，这是在《三国志·隆中对》里边说的很清楚的。说这诸葛亮呢，没出茅庐的时候叫亮躬耕陇亩，号为梁甫吟。就他在家里啊种地的时候还唱歌。那么当时刘备把他挖出来呢，主要是看上了诸葛亮是个战略家。你看把天下分的，你这儿跟孙权怎么着，这儿曹怎么着，这儿刘璋张鲁怎么着，是个战略家，并不是说真看着诸葛亮能打仗。所以把诸葛亮请出山，咱们这个《三国演义》里说，一出山就是军事，拿着令箭调动，关羽你这儿，张飞你那儿，赵云你那儿。关羽张飞他们不服气吗？这历史真实不是这样。把诸葛亮请出山让他干嘛呢？你是个战略家，一出山我封你官，什么官呢？叫军师中郎将。说军师中郎将那不就军师？不是，俩意思。军师中郎将呢，是主管后勤供给的这样的官吏。军师中郎将什么意思呢？等于咱们现在的地税局局长。说白了，收税、筹粮饷、供应部队，是干这个的。
说白了，诸葛亮一出山干的是什么？地税局局长，收税的。他其实根本就一开始没有参与军事行动，为什么？业务能力不对，资历也没有，所以不可能参与赤壁之战前前后后那么大的场面。他一来既当税务局局长，又干了一件事，因为刘备知道这诸葛亮啊口才好，说实在唱歌不见得怎么样，口才诸葛亮那是中国好声音绝对的，就开始把诸葛亮派到东吴去了。咱们都知道舌战群儒，这可是诸葛亮干的事儿。诸葛亮当时就是舌战群儒，说白了，刘备用你是制定战略的，不是让你直接冲锋陷阵制定谋略怎么杀敌的。所以这个赤壁之战前后啊，主要是周瑜干的，是周瑜一手抓的。所以你现在咱们历史留下那些诗词，你看看，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了，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，这都说周瑜的，没几个说诸葛亮的。天下英雄随敌手，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，这说孙权，也没几个歌颂诸葛亮的。就诸葛亮并没有参加赤壁之战的指挥行动，基本都周瑜指挥。有人说那不对，那诸葛亮呢，未出茅庐知三分天下，到这儿来上知天文下晓地理。你看一开始诸葛亮舌战群儒之后，那就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然后砍则砍得润，下诈降书，下完诈降书，诸葛亮粉墨登场，七星坛借东风，然后是直接这个火烧赤壁了。说这个过程当中呢，还夹杂着下诈降书之后，庞统、庞士元巧献连环计。其实这里头有人认为核心就诸葛亮借东风，没这回事，诸葛亮根本就没借过东风。这是周瑜长期在这儿生活，了解这块的气候，就每年到冬季的时候，必有一段时间刮东南风，所以风借火势，火助生风威，直接就烧过去了，把曹操战船都给烧着了。说这是周瑜干的，跟诸葛亮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还有人说那草船借箭总诸葛亮的吧？那诸葛亮把鲁肃拽到船上了，子敬休要慌张啊，这是地道的胡说八道。因为历史上有草船借箭这个事儿，但草船借箭的主人公并不是诸葛亮，是谁呢？是孙权。而且时间也不对，时间也不是赤壁之战，是赤壁之战之后5年，《三国演义》里写了有个濡须之战，就孙权与曹操隔江对峙，等于呢这边是曹操大将张辽，这边呢是孙权自己亲自带兵督战。当时呢第一仗就把曹操给打灭火了，因为孙权江东军事擅长这个水战。之后呢曹兵坚守不出，孙权为了看看曹营水寨的虚实，趁着有一天大雾垂江，孙权驾船出去，也怕曹孟德突然袭击，所以呢鼓乐齐鸣，就好像是送亲的船似的，来到这曹营跟前看。这时候曹操不知道虚实啊，不知道来多少船，有雾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防御性打法，万箭齐发，这箭射到这些船这面了，不一会儿这船倾斜了，这边沉了。孙权说赶紧给我换一面，那面再射完了，载着这些箭回去了。这是发生在孙权身上，而且是赤壁之战结束5年以后的事儿，跟诸葛亮又一点关系没有。所以就是我们最熟悉的《三国演义》第一个宏大的战争场面，赤壁之战前前后后发生这些事儿，和诸葛亮基本上都没有关系。那么我说这儿，有的观众朋友说你这不糟蹋诸葛亮吗？我们了解到那诸葛大名垂宇宙，了不起的人物啊，怎么着你说什么都不是他干的？哎，有他干的。咱们下边就说说真实的诸葛亮到底干了哪些事儿，我们怎么去评价他。首先一个诸葛亮干的一件事儿，反映出了诸葛亮是个口才极佳但是尖酸刻薄的人，就我们说舌战群儒。说白了，诸葛亮的嘴皮子在三国里都是这个的。他不仅有舌战群儒这样的光辉业绩，还曾经在两军阵前直接骂死老王朗。司马懿那边王朗岁数大，说没事，我愿凭3寸不烂之舌，2行伶俐之齿，说服那诸葛村夫降我曹魏。
老头以为自个儿有能耐呢，他没想到诸葛亮嘴皮子比他利索多了。上来他没等说话呢，诸葛亮把话抢过，这顿给他骂：“你这苍然老贼，好手匹夫！”这老头本来呀，那时候一口痰上来就憋住了。诸葛亮再一骂他，一口气上来，坏了。那会儿人不知道，这就脑血栓。当时老头一着急，扑通从马上掉下来了，死了。就说当时诸葛亮几句话呀，骂得他急火攻心，尖酸刻薄。你就看他舌战群儒里边，这是正面的时候呢。诸葛亮这一招就是，咱就说打人别打脸，骂人别揭短。诸葛亮专门往你痛处挖，一骂你呢，你张内长李也短，仨蛤蟆五个眼，你家过去那些破事儿全给你周出来。第二点呢，诸葛亮不光是个最佳辩手啊，对方便有注意了。不光是这个，诸葛亮同时还是一个好演员。体现在哪儿呢？演技非常高。大家还记得这个三气周瑜，当然三气周瑜也不是诸葛亮干的，但是柴桑吊孝确实是诸葛亮。因为周瑜死了之后呢，当时刘备这边的主要方针呢是东和孙权，北拒曹操。你周瑜死了，咱得表示表示，打发诸葛亮柴桑吊孝。柴桑哪儿呢？现在的这个九江，汉代时候叫柴桑，到那儿去吊孝。吊孝这过程大家都知道，诸葛亮一进来，哎呀，喜在公瑾，痛在公瑾，开始哭。你把人给气死，回头再来哭，你怎么的那也是假的。但为什么诸葛亮眼泪说来就来，都没用辣椒水，没用什么的呢？这诸葛亮是个演技派的好演员。那么再有第三点，诸葛亮是个什么人呢？有着很强的权力欲，也不乏好大喜功，但是不够审时度势，略微显得贪图虚名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出师表里的诸葛亮说，自受命以来，夙夜忧叹，恐托付不效，以伤先帝之名，故5月渡泸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兵家已足，当速解弩盾，挡出奸凶，恢复汉室，显得诸葛亮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忠心耿耿。是不是这样的？当时蜀中啊，在魏蜀吴三国里头，国力是最弱的，连天战争人口还少。你看那出师表一开头，今天下三分，夷州疲惫，就咱这不行，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。就到了生死关头了，你国力不行，危机存亡，你该怎么办呢？赶紧关起门来，好好发展自己经济，励精图治，这正经的增强国力。可诸葛亮用什么办法呢？没有，反而大动刀兵，六出祁山，九伐中原，要跟曹魏争天下正统。你想想，这是真正的治国之道吗？把先帝的遗愿来实现，那是要先保本再虚图后进，而不是作死。诸葛亮当时六出祁山，九伐中原，在我们看就是作死，不顾蜀国的国力，连年征战，穷兵黩武，最后蜀中国力越来越完蛋。等诸葛亮一死，姜维一人根本撑不住。所以到后来邓世载偷渡阴平，邓艾打到绵阳这一带的时候，偷袭的时候，连成都附近的就成都军区卫戍司令的部队都布防不到那个地方，蜀国的国力已经就完蛋了。所以他和诸葛亮这些年竭泽而渔，焚林而猎，杀鸡取卵有直接关系。所以你看成都武侯祠上面有副对联，你们各位旅游你看看，那副对联写得非常好。上联叫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自古知兵非好战。下联叫不审时机，宽严节物，后来治蜀要深思。就什么意思？你得审时度势。但诸葛亮有人说他太严厉了，对待下边人一点也不宽容。但是这副对联的作者告诉大家，你无论是宽还是严，前提得审时度势。天下这个情况，蜀国宜自保，宜发展经济，励精图治，而不是主动进取攻打别人。那诸葛亮为什么国力耗到这程度他要打呢？他也知道自个儿身体不好。诸葛亮肺结核这病，五丈原那死，向天再借活多少年？像那说的向天再借500年，他真想多活2年，活不了。他自己知道身体不行，所以他想活着的时候尽快建功立业。那这为了谁呢？不是为了蜀国，而是为了个人的千秋功业。
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，诸葛亮啊有点自私，图自个儿虚名。那我说到这儿，可能有的朋友不服气，说那这个诸葛亮为什么各地方还建武侯祠啊？诸葛亮的庙什么的，把他奉成圣人一样人物呢？人家居无尽瘁，死而后已呢？大伙儿注意，这不光是罗贯中美化诸葛亮，之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意识的美化诸葛亮。为什么呢？把诸葛亮能耐捧得高高的，然后告诉老百姓，你看诸葛亮能耐大不大？大。那么大的能耐，人家都没有野心，都不造反，都辅佐皇上。刘禅傻不傻？二傻子那是。那么次的人当皇上，你看诸葛亮忠心耿耿，言外之意什么呀？我朝皇帝无论何等昏庸，你等能耐多大，可别造反啊，老老实实辅佐于我。大伙儿说到这儿明白什么意思吧？吹捧诸葛亮就是政治洗脑，让大家不要造反。诸葛亮能那么大，都听皇上的，你们多了什么呢？所以历朝历代这些皇上以及皇上身边知识分子都明白怎么回事。吹捧诸葛亮其实是保护自己、维持自己皇权独裁的一种恰当方式，是一种洗脑的方式，是精神上的跑马占地。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呢，不光是影响了很多文臣武将，连有些大文豪都睡着迷惑。你像杜甫，咱们学过杜甫不少诗，在杜甫诗里都按照这个思路吹捧诸葛亮。最后咱给大伙说杜甫一首诗，你肯定听过，什么呢？丞相祠堂何处寻？锦官城外柏森森。应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三顾频繁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